他决定离开这个城市，带着旧机车还有破碎的关系，却没想到出发前坏了，好像有些事一坏了就不会再好。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，但那天下午他就站在门口，他说：“我来帮你修机车吧。”就像过去那段感情，他永远搞不懂他的出现与消失。你这电瓶应该是寿命到了，没道别，没有拥抱，也没说再见，他只留下一台重新。好，剧结束，我们现在来真的。今天教你怎么换这种发不动的老电瓶。先开下媒体电池上面，然后我们会量发动前的电压跟发动后的电压，然后以确检查那个发电机是否正常。发动前的电池电压应该在12到13伏特之间，锂铁电池可能会到13点多伏特。那发动后正常的发电机的电量，发电的电压应该要在13伏特多到14.5伏特之间。那电池才像拆好了，然后小小一颗锂铁电池，然后重量很轻。现在量胎压的电压。测得到电压是13.35伏特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拜托帮我们按个赞，演算法才会推我们出去。你的一个赞，还有一个订阅，都是我们持续创作的动力哦。待会就要把它装到车上去。这台摩托车是 Hino50 4行程的摩托车，然后因为很少骑，1-2个月可能才骑一次，然后常常没电。然后钥匙转上去，然后发动觉得没力，根本就启动不起来声音，然后用脚踩。因为它是化油器的，用脚踩它可以发动，但是一下子就熄火。那熄火的问题先不管，那我就是先检查电瓶的电压。那脚踏垫拿掉之后，它这个有个心形螺丝，然后心形螺丝拿掉之后，把这块板子拆掉，就看得到电表。然后拿出电表量它的电压，电压只有10.91伏特，所以是电压过低，它还是无法启动。那我们现在就把电瓶拆下来，准备换上锂铁电池。然后螺丝拆掉了，现在就把电瓶拿出来吧。然后换上锂铁。补一下螺丝。电瓶装上去之后，量一下电压，目前量到的电压是13.31伏特，现在要发动看看。一发就发动起来，那个启动马达很有力。好，现在发动起来了，然后我量它发动中的电压，然后要看它的发电机，现在看到它发出来电压就是有比电瓶的高，暂时就把它当作是发电的那个电压是 OK 的。熄火之后重新再发看看，一按即发，然后熄火，然后再发动一次，超好发动的，一按就发了，所以换锂铁电池应该是值得的。用了这个锂铁的摩托车电瓶的心得就是现在变得发动超有力，然后发动过后也比较不会熄火。使用锂铁电瓶的感想，我老婆的机车以前超机车的，3不5时就没电发不动，用脚帮她踩，有时候踩了半小时才成功发动。这种情况下，要是给老婆大人去踩这么久，我看我一定会被念到怀疑人生。自从更换锂铁电瓶之后，他的机车放置1个多月再发动还是很给力，从此我的耳根劲多了。以我自己汽车上面使用的锂铁电瓶来说，寿命真的长很多。我的锂铁电池汽车用的已经用超过7年了，还是很给力。
只是说汽车锂铁电瓶的价格就是一般电瓶的5倍，买的时候真的很痛，超多钱的，买一颗要1万多块。但是机车的锂铁电瓶它的价格不贵，我花了750块自己 DIY 装上去，它的价格只是一般电瓶的2倍而已。期待我们换上去的这颗机车车用锂铁电瓶的寿命也能够达到5年以上。回头也再见到他，但这次他知道他自己可以走得很远很远。